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墨频道。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写好对联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把对联写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验，写不好对联，大多是踩中了这3个最常见的坑：一、字写不大，字写得太小，放不大；二、字写不美，能写大，但字放大后结构比例失衡，丧失书体细节；三、字写不饱满，笔画墨色不饱满，笔画偏瘦，墨色干枯。对于第一个问题，可以选大号一点的毛笔来解决，写的时候笔往下多压一点。记住一句话，小笔写不了大字，大笔可写小字。对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，我会在随后的示范中告诉你最佳的解决方案。在接下来的9分钟里，我会示范书写2副对联，同时也会展示4位学员的课堂作业，并做针对性点评。这种示范加跟练加点评的实战方式，是我多年来最常采用的教学方式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红，点要饱满，笔适当蘸多点墨，撇要稍拉长，最后一点要略长略粗，视觉上才平衡。图，左竖短，右竖长，略往外弧，字的重心要稳。第3位同学的图重心不稳，往右边倒。刚买的对联纸不平，影响效果，最好是压平后再写。大，由于纸不平，这一撇就不流畅。展，这个字下面的竖钩要直，要写得有力，这个字才挺拔。第2位同学的这一笔就太弯太软，整个字的精神就不太够。前2点断开，横要拉长，下面乐部，左竖短，右竖长，最后一竖钩最长。承，合部的横往左伸长一点，口部右竖适当加粗，王部最后一横不要太斜。第4位同学的这一横就太斜了。远，带走之偏旁的字，写好该偏旁是关键。这个偏旁整体是一个向左倾斜的斜坡。第2、第4位同学，他们把这个偏旁写得太平，就不好看。即笔肚的墨要蘸足，写的时候笔要往下压一点，这样才会笔画丰满，墨色浓润。上部的横左低右高，但最后一横要水平一点。心，日部最后2横和声部前2笔连写，最后2横连写。高，写好这个字有难度，难在哪儿？难在上下部分的中轴线要对齐。4位同学的字，有3位同学下部的口都和上部中轴线错开了，第2位同学对上了，但上部又写得太大。照，日部、口部、右竖都要比左竖粗。下面3点，前2点先压后提往右，最后一点下压再往左折回。是，第1横拉长，下面的5横间距要均等，最后一竖钩要加粗写直。4位同学有2位的长竖写得太斜。叶，左竖短，右竖长，2点左低右高，横要拉长，下部中竖要和上部中轴线对齐。第3、第4位同学的长横都写得太平，略显呆板。心，书写时左右2部分可以高低错开，左边升高一点，右边降低一点，
这样更好看。融，上部一笔写成，所以笔要蘸满墨，才能使笔滑既流畅又饱满。写下部目之前，要先蘸墨再写。划，上面的草头不要写得太大，中间的横划要拉长，最后一竖写直。4位同学，第4位写得最好看。富和贵两字，记住中轴对齐就可以了。这里共展示了6位同学的对联，高、朱同学写了2幅。这6位同学中的5位同时也在学习绘画，这是张同学、钟同学的速写作业。学习绘画，特别是速写，可以帮助快速把握字形。老师的速写曾在全国获得大奖，这种快速捕捉对象的能力，成倍加速了我们的书法学习。书画同源，所以练字的同时，不妨学些绘画的观察方法，可以完美的解决字形和结构问题。迎，乃部的弯钩要踏在皿部上方，皿部最后一横要拉长。门，左竖短，右竖长，上部3点，先中间，后两边。喜，又是需要上下中轴对齐的字。第1、第2位同学的字，下面的口部没有和上部的中轴线对齐，就不好看。福，春节出现频率最高的汉字。第3位同学左边写得太长，第4位同学左边同样写得太长，而且右边的田部还写得太小。寿，字形结构复杂，写好它的要诀就是上下均衡，下部左右均衡，上下中轴线对齐。第3位同学的字，上部2点的位置写大了。康，广部横撇断开，写更端庄。第3、第4位同学横撇连写，导致第1点和下面的中竖错开太多，第1点太细，可以补一下。宁，上下由4部分组成，稍不留意就会比例失衡，重心不稳。4位同学只有第2位同学写的比较好看。满，这个字最难的部分是中间那条弧线，它就像一个人的左右肩膀，右肩耸起不好看，右肩塌下去也不好看。4位同学只有第1位写的还可以。户，最后一撇要把握好，太垂不好看，太弯也不好看。春，难点，撇捺要舒展，要轻含日部。第3、第4位同学日部直接接触撇捺了，造成撇捺夹住日部的感觉，不舒服。第2位同学捺太翘，而且不够长。好，示范完了，抛砖引玉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频道里有多个系列教程，点头像进主页就能观看，也可加入会员观看更多内容。欢迎点赞、分享和留言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